知，你仍在温柔等着，来献上承受。那我们怎么认识其实是开始是我们教会，我那时候是在神学实习生，在一个教会里面，暑假的时候要办这个儿童夏令营，但是我们没有经验，所以我们需要有人帮手。那时候就请了Sharon来帮忙，做我们的，特别在下午教才艺，5天他就教了我们各种不同的才艺，有包括围棋啊、英文啊、折气球啊，就各式各样。那当时是觉得第一个很佩服他可以这么多才多艺。那第二是我们那时候有50几个那个社区的，包括我们教会的儿童来参加，最小的呢3岁到4岁，最大的呢已经12岁了。这么大的一个年龄落差，他一个人就搞定了。那这也是让我非常敬佩的。这绝对是做儿童主日学老师的料，所以那时候是非常的钦佩，然后也看到他的确很多的才艺，所以那时候之后我们就有比较多的联系啊。就是在那一次的儿童夏令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在那一次见面之后，作为牧师，您这一方当然是心生这种敬佩啊，他有这么多的才艺，而且能够搞定这么多的年龄不同的孩子们。那作为师母这一方，您当时对这个教会、对牧师有什么感觉吗？那个时候嘛，就是有人给我们介绍一份暑期打工，那当然就去咯哈，并没有想很多。的确是做才艺本来就是我的专业嘛，我那时候吃这行饭，所以教会活动当然就乐意来帮忙参加哈。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时候，那个是当时候我的暑假其实应该是排满的啊，我自己的学校是有安排的，就是补习班是有安排的。我觉得回头看看很奇妙一点，就是那个时候居然原来安排好的课程，因为跟宋恩他的教会所要安排的儿童夏令营时间是撞期的，所以我一看，哎呀，真不行就婉言拒绝了他就真不好意思。结果呢，没有想1、2周后居然我的班主任打电话告诉我说人数不足我们这个班取消了那我那个时候就很奇怪那当然呢，暑假时间宝贵嘛这个我就打电话给这个宋恩，告诉他说我突然可以接这个一个礼拜的儿童暑期夏令营会。接下来这个夏令营之后您对牧师当时有没有就像牧师对您的那种印象呢？没有，他就是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然后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蛮有精神的那感觉很认真很负责，差不多就是这样吧。然后对他做的事情是很认真的那因为只有1个礼拜嘛，所以也没有太多的印象。我最多花比较多的时间就在考虑说这个要怎么教，因为每天教的都不一样嘛所以最重要是要怎么把这么重的责任给完成，把它给做好差不多就是这样了，没有想太多。那牧师是从这个开始敬佩你的才华而起那师母呢本身很简单，没有想太多那接下来你们又怎么样进一步的来建立这个关系呢？我那时候差不多是28岁然后就是刚刚结束一场忧郁症的风暴，就是我的信仰我也不过才信主大概2年左右1、2年，然后自己本身不是很稳定，然后那28岁讲实在话，在婚姻上也该紧张了，对吧？很渴望爱，但是又害怕婚姻，就处在这种矛盾的情况那我交过男朋友呢就不适合。我那时候正在神学院念第2个神学硕士，那其实呢1年之前刚是在认识薛仁1年之前，我也刚结束了一个恋情，然后其实在那个恋情当中
我非常的失败，因为那是我第一次谈恋爱，那我也不知道怎么谈，然后最后我觉得自己跟对方应该都很受伤。看得过之后呢，我就做了个决定，我决定要找我神学院的辅导老师来谈一谈，请他来帮助我。那我的辅导老师跟我谈了第一次以后，他觉得说建议我每一个礼拜都去找他一次，然后他觉得可以帮助我，不只是处理这个失恋后很伤心啊，他觉得也可以帮助我重新的去看待自己的侍奉，怎么样的去从失恋这个当中去看见我在人际关系上面一些的盲点，以至于我接下来教会里面的侍奉、带领教会跟同工的互动也可以更好。那也预备自己，那时候就觉得说要预备自己成为一个适合的人，是对一个适合的牧师，也是一个适合的丈夫，所以我就觉得那段时间真的是给我有一个很大的帮助。透过每个礼拜跟老师的一起的见面、一起的这个諮商、一起的谈话，那让我去看见我怎么样在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更进一步的去找出那些盲点，化解冲突，跟有效的沟通，跟恢复关系。那我觉得那一年是非常的好。那到后来过那一年快结束的时候，老师就要安息年要去美国进修做一些他的一些的计划。那时候我说实在的，我心里面打鼓啊，因为我已经习惯这一年来有一个人可以倾吐我的所有发生的事情，然后可以从他那边得到很正面的回应也好，引导也好，指出我一些盲点也好，是对我自己来说非常有帮助，而且我觉得在那一年当中我成长了很多。突然我就觉得我好像失去了那个浮板失去了那个浮板，因为老师要去安息年。就在那个时候不多久，我就认识了薛仁，就是那个因为学期一结束就暑假嘛，暑假我们就办儿童夏令营，然后我们就请到了薛仁来我们教会做这个才艺老师，那就认识他。但是我们是不同的，那时候是不同的教会，所以之后照理来说也没有进一步跟互动啊，或是可以在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啊。但是这个我想上帝就用这个机会让我去感受到薛仁他这个人给我一些吸引，让我可以去向他慢慢的敞开我的心，也把这个我的一些的过去的一些不好的经历，可能也就是不再去影响我，让我经过这一年的预备跟老师的会谈预备，我可以重新的再进入这个新的恋情。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